公主殿下，您又来探望太后啊？太后她老人家一直念叨着您呐。方才，陛下与议政王又起了争执，陛下大怒，让议政王回去抄宗谱签别，抄不完不得上朝。陛下怎么说也是一国之君，皇叔也太过了些。可不是嘛，您当心。来，公主，您还去吗？自然要去。我这宅子里的下人，当真是有眼色。公主在我这儿，真是来去自如。依你我的关系，他们自然不会拦我。怎么？你希望本宫像叶慕真一样，为你翻墙不成？本宫到底如何得罪沈大人了？你宁愿喝闷酒，一个人下棋，也要避我不见。本宫为了你，连自甘堕落的戏码都演了，你还是不肯与本宫说话是吗？怎么？就因为我利用了卓华，你就如此不待见本宫？莫不是在你心里，他比本宫还重要？公主当真这么想吗？惊鸿就想问一句：公主在通往自己地位的道路上，究竟还能做到何种地步？若要屠龙，舍些棋子也是使得的，一切都是为了最终那个果。这盘棋已到了收官，不过是有一片地界还需要争上一争。不知你是否有兴趣与本宫一起下完这盘棋？公主知道，惊鸿向来跟世家不共戴天，只怕是公主这盘棋里少不了周家，那惊鸿就不奉陪了。世家又如何？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大业。待事成之后，本宫定会将他们一一拔除。迟早你会明白，本宫的选择是对的。周大人，你讲的可是真话？事成之后，推恩制废除，另赐世袭罔替的爵位啊！自然是真的。公主，如今诸位信不过本宫也可以理解。那么今日，本宫就送诸位一份见面礼。明日朝会上，将这些信件呈至御前。你们安享荣华富贵的最大绊脚石，就会被击得粉碎。这能行吗？
这些怕是还不够吧？周大人，你看这个够吗？这一日可是先帝驾鹤西游之日。这怎么又咳了？可能是跟陛下吵架气着了。陛下如今地位不一样了，自然有自己的角度跟考量。你应该换个方式跟他讲。而且陛下近来肯定压力特别大，脾气暴了些，才会跟你这样吵。不过我看，陛下这惩罚也不错。这些日子，你就在家好好抄抄宗谱，静养一番。这一回来你就没有休息过呢，所以这身体啊，一直都没有养好。朱华，如果哪天我不在了，你当如何？那我就要找一个年轻英俊的，然后每日跑到你的坟前逛一圈，让你看看我有多招人疼。你这个想法倒真是与众不同。我看到时候谁有这个胆子陪着你去坟地胡闹？你要是担心没有这样的人，那你就给我好好的长长久久的陪着我才行。你还有很精彩的人生，即便没有我，你也一定要好好过下去。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些话呢？我就是觉得自己这身子骨有些不争气吧。那你才更要好好的顾惜自己的身体。好。诸位爱卿，若无事要禀，那今日便议到这里吧。陛下，臣有本要奏。臣要状告的是议政王拥兵自重，目无天子。陛下，臣也有本要奏。臣要状告议政王滥杀无辜，强占他人妻女。陛下，臣有本要奏，状告议政王克扣军饷。臣有本要奏。臣有本要奏。要变天了。也不知道他带伞了没有。拥兵自重，私自调兵，滥杀无辜，横征暴敛，克扣军饷，大不敬，谋逆。议政王，你当真是好样的！陛下，这七宗罪行都出自一家之言，虽有证据呈上，却是前言不搭后语，漏洞百出，还请陛下彻查，还议政王一个清白。陛下，臣有本要奏。
臣呈上的是先帝驾崩之日的宫门记录。议政王在先帝驾崩之前，曾入宫拜见太皇太后，甚至还私自调兵。这宫门记录事后被人调换，足见议政王包藏祸心，怕是先帝先世的真相也与议政王脱不开干系。为了这册子，臣可费了不少功夫，多亏了我那当禁卫军统领的侄儿细致入微，这才将真相解开。陛下，议政王如此行径，如同谋逆，请陛下严惩。请陛下严惩。陛下，议政王一心为国，绝不可能行此大逆之举。臣以为，当今之计，应是找到调换宫门记录之人，怕就怕有人从中捣鬼，那才是真正的居心叵测。穆大人，谁人不知你跟议政王的关系？你自然是为他开脱。如今证据确凿，如是议政王行得端坐得正，为何要调换宫门记录？为何那假的宫门记录中独独少了他的名字？陛下，够了！请陛下息怒。议政王罪恶滔天，罪不可恕，让禁卫军将其打入天牢，审后发落。退朝！陛下，陛下！谁让你们进来的？这里是议政王的别院。我等自然知道这是哪里。我等奉陛下之命，前来捉拿逆贼刘演归案。你说谁是逆贼？哼，自然是议政王。你放肆！住手！见过议政王。议政王罪行滔天，法不容恕。我等奉陛下之命，将其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王爷，不能跟他们走。王爷，这可是陛下的旨意，难不成你想抗旨吗？倘若兄弟们动起手来，王爷的脸面也不好看吧？既然是陛下的旨意，刘演自当遵从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请吧。王爷，王爷呢？被禁卫军带去大理寺了。若不是王爷不让我动手，我定要与他们大打一场。王爷说的对，越是这个时候，咱们越不能乱了方寸。可是王爷都被带走了，王爷何时受过这样的屈辱？咱们一定要帮王爷洗刷冤屈。皇姑祖，您看，这南沉的天终于变了。乔乔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您是在心疼角角吗？那不如把诛邪剑给我吧。有了诛邪剑相助，这条路定然开阔。
没关系，王顾左，您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亲的人，我是不会伤害您的。就算没有诛邪剑，我也有别的办法破开这帝王之路。陛下，定王之罪条条状状，证据确凿，老臣以为应该褫夺议政王之封号，贬为庶人。陛下，周尚书此言差矣。定王拥兵自重，意图谋逆，如不处以极刑，如何向天下万民交代？臣附议。臣奏附议。不到最后一刻，大家都不要掉以轻心。公主说的在理，公主说的是。把这些送到大理寺去，让刘演自己看看怎么说。是。把这些都拿回去吧。陛下若是先入为主，臣再辩驳什么，也都是徒劳。陛下，议政王回复，他说了也没用，不如不说。放肆！他的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皇帝？来者何人？本官是户部郎中穆卓华。穆郎中来找何人？议政王。可有御笔诏令？我。陛下。大的胆子呀！竟敢陷害朕的皇姐！陛下，臣字字句句皆属实言。你说柔嘉公主暗自设局，谋害太皇太后，诬陷议政王，企图谋逆，你可有真凭实据？我既没证据，你让朕如何相信你这一面之词？穆大人才华横溢，
字字珠玑，只可惜用错了方式，想法也太过天真，难怪陛下会不信。看来沈大人是打算一条路走到黑了。故议政王刘演，漫舞天地，背道逆礼，镇杀先帝，欲篡皇位，罪大恶极，罄竹难书。天下昭然，所供文件，这不是说这议政王能征善战，打了北凉好多年吗？那他应该是个大功臣啊！哎，正因功高震主，所以连天子的话都不管用了。公主，消息已经散播出去。悠悠众口，一字一刀。皇叔，你永无反身之日。我思来想去，如今唯有镇国大长公主的朱邪剑，能够为王爷争取一线生机。你是想借朱邪剑一用？可你我都知，镇国大长公主一直是住在柔家公主府上。若是大长公主一直就这样足不出府，那咱们也是举步维艰。这可如何是好？我倒是想出了一个法子，跟你商量一下。去看看。人呢？我明明看到有个人影。我去禀报公主。5辆马车同时离府，驶向不同的方向。好一个真伪莫辨之策呀！是在下办事不力。你不要自责，公主府守卫森严，硬闯本来就不行的。我们正是利用她的多疑，让她把镇国大长公主还有朱邪剑转移。祭善堂。公主料事如神，定王虎落平阳，便不足为虑了。周大人，觉得这就够了？公主的意思是，刘琛尚未下定决心除去刘演，另外还有人处心积虑的想要救出刘演，不到最后一刻，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。公主有何良策？刘演虽然5年从未领兵，可是苍梧余部仍然为他马首是瞻。这就像剑的双刃，既能伤人，亦能伤己。大军进京，救出王爷！大军进京，救出王爷！杀进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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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京，救出王爷！玉皇无罪，玉皇帝王，玉皇无罪，玉皇帝王，玉皇无罪，玉皇帝王。竟然敢围堵城门，简直就是无法无天！陛下，这分明是暴乱呐！闯入定京，
救出刘演，这是想造反不成？啊！陛下，请听臣一言。说。陛下，恕臣直言，当务之急不是兴师问罪，而是尽快平息事态，以免酿成更严重的后果。沈清有何高见？为今之计，唯有一人可以抽心置肺。谁？议政王。王爷真是气度不凡，即使沦为阶下囚，还能泰然自若。想不到，第一个来看本王的，竟然是沈大人。王爷果真不惊不恐，不疑不问吗？听沈大人之所言，倒似是知道些许内情。王爷说笑了。沈大人不辞辛苦，特意来看本王，肯定不是来与本王闲聊的。有什么话，请直说吧。京畿大营的苍梧军老兵，得知王爷入狱后，便聚集在城门下，意欲冲破城门，闯入定京，救出王爷。他们不会无端挑事，定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。沈大人，你是想到了谁吗？下官恳请王爷出面安抚士兵，平息兵变。王爷，此事刻不容缓，若是放任自流的话，定会两败俱伤。我想王爷也不想看到这样的后果吧？这是陛下的意思吗？是。那他为何不亲自来见我？是人恨我，憎我，会错我，与本王都无妨。但万万没想到，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侄儿，竟然会对本王如此疏远。王爷，罪臣刘演，领旨。帝王无罪，释放帝王！帝王无罪，释放帝王！帝王无罪，释放帝王！帝王无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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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帝王无罪。帝王无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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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众将士听令，收兵！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是在逼宫，还是造反？你们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？你们是敌寇，还是内奸？你们知道自己的职责吗？是守城，还是内斗？我知道，你们是为了救我，但你们是南陈的士兵，不是我的士兵。供养你们的是南陈的百姓，不是我。你们应该为南陈而战，为了百姓而战，而不是为我而战。更不能因我而内战。你们散了，我南陈就乱了。你们不是我刘演的私军，你们是陛下的军队，你们是南陈的军队，你们一定要牢记这一点。至于我，不值得你们这么做。我是戴罪之身，理应当除。但是现在你们抗旨闹事，你们也有罪。你们不但自己有罪，还会祸及你们的家人。如果你们还念着与本王的旧情，就替我们南陈牢牢守住江山。沈大人还有事吗？下官替南陈百姓谢过王爷。这话从一个为虎作伥的人口中说出，着实可笑啊！不管王爷相不相信，下官一直敬佩王爷为人，可是不温不火的政策，真的不适用现在的南陈。那你和柔家不择手段的做法，便更适合南陈吗？可至少如今，石家的势力的确被削弱了很多。你确定吗？这周次山还稳坐兵部尚书的位置，他周家一系的官员，难道不是在朝堂上如鱼得水吗？可他跟先帝，跟当今的陛下都不一样，只不过
现在还用得上周慈仁。他答应过我，他迟早会彻底铲除世家的。沈大人，你说这个话自己都不觉得好笑吗？同样的事，你们做，便是隐忍不发；旁人做，却是温吞中庸。你因何而动摇？你是在自欺欺人吗？难道现在风雨飘摇的南辰，是你所期望的吗？你是答不上来，还是不敢回答？陛下，兵变一事，经由议政王出面，已然平息。陛下，依老臣看，平息兵变一事，议政王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。臣附议，陛下，议政王安抚士兵，可见他并无不臣之心。议政王从前为国征战，落下了一身伤病。大理寺监牢阴冷潮湿，对于他的病情来说，恐怕是雪上加霜啊。陛下，臣这次看到议政王，他的脸色确实不太好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先让他。陛下，城门前兵变，本就是因议政王而起。他登上城楼，那些兵士们就乖乖听话，不再闹事儿，不是更验证了他收买人心、拥兵自重？如今兵士们的眼里只有议政王，却无陛下呀！怎么敢？他怎么敢的？他好大的胆子！陛下，周大人此言有危言耸听之嫌。养兵千日，可这些兵究竟为谁所用？啊！陛下，您看如何处置议政王？他到底与南辰有功，赐他毒酒吧，让他走的痛快些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圣陛下，圣旨。小心烫。好。琛儿，起来吧。琛儿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啊？可是哪里不舒服啊？母后不必担心，朕无碍，只是想吃一口母亲亲手熬的粥。这有何难？母后这就去给你熬。陛下没事吧？皇姐，
朕方才赐了他毒酒。赐了谁？皇叔。陛下，何至于此？朕也不想，可是朕别无选择。皇姐，你这是？皇叔毕竟是长辈，皇姐想去送他一程，还望陛下允许。去吧，就当替朕送皇叔一程。看来皇叔过得不太好。你这叫什么？图穷匕现吗？皇叔错了，对你图穷匕现的可不是我，而是你的好侄子。不过，我倒是很愿意送皇叔一程。皇叔要不要喝杯酒，暖暖身子？别急，咱俩先好好聊一聊。也是，我早就猜到，皇叔有好多话想要问我。当年拒马河一战，是不是你故意把北凉密探的消息告诉薛孝堂？是我呀。太皇太后那个毒妇为了取你的性命，竟然不顾3万大军的死活，把你的行军图出卖给北凉。我只不过是顺水推舟，给他提供了传递情报的门路罢了。可惜呀，皇叔的命还是太硬了。如果您能活下来，我倒是很欣慰。若真是没了您，我还没办法这么顺利地扳倒那个毒妇。你身为南陈公主，本就是金枝玉叶，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，为何还要叛国？皇叔可真是大义凛然。有句话不知你是否听过：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当年那个毒妇杀了我的生母，父皇被迫把我送出定京。我虽出身皇族，却日日提心吊胆，寝食难安。每天夜里都会从噩梦中惊醒。你可知我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我母妃也是死于太皇太后之手。我虽长在宫里，但从小到大都是活在她的恨意和杀机中，多少次死里逃生，又比你幸运到哪儿去？柔嘉，你这么说，
不过是为了你的欲望和你的所作所为开脱罢了。是。贾遗诏是我换的，世家跟刘琛的战火也是我挑起的。我从来要的都不只是复仇，我要的是权力。是南臣的至尊之位。你终于都承认了。皇叔的遗言说完了吗？没有要跟卓华说的。我下次见到他，定会替你转达。穆大人，我们已经引开守卫，你赶快去找郑国大长公主。大长公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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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定王殿下被人诬陷，下了天牢，唯有诛邪剑才能给他一线生机，求大长公主帮助。您的意思是，诛邪剑在拐杖里？快去救妍儿！多谢公主。你再敢提他一句，我便拧断你的脖子。皇叔该喝酒了。怎么，你又抗拒？
刚才积善堂那边传来消息，穆大人带人接走了大长公主。本宫已经知道了。那要去穆大人家把大长公主……不必了，皇国祖怕是再也不想回公主府了。朱邪剑一出鞘之后再无任何作用，那就把朱邪剑也给皇国祖送回去吧。王爷，王爷，小姐，王爷，小姐，王爷。陈儿，皇叔，这是你的生辰礼物。灵劲淬砾，锋芒逼人。谢谢皇叔，你喜欢就好。皇叔，这把剑您是从哪儿得到的？上次击退北凉军，从他们那儿缴获了几把云铁铸造的剑，我命人熔掉以后重新铸就的。竟然是从北凉军那儿缴获的，那我就更喜欢了。皇叔，你下次出征的时候也带上我，我也想上阵杀敌。皇叔等着你。陛下，陛下，这罪臣刘演虽已伏诛，可这尸身还在大理寺内，您看？一介罪臣而已，不配置办丧仪，直接走了便是。小姐，小姐，你终于醒了，你都快吓死我了。我睡了多久？你睡了整整3天。张院士说，你要是再不醒，可能永远醒不过来了。王爷呢？3日前，王爷的尸身被埋在浮云山下的墓园里。那人说，王爷是戴罪之身，不允许有任何丧仪。
就这般草草下葬了。王爷含冤而死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今日便到这儿吧。若没什么事，都可以退下了。目前还有什么事情？陛下，臣想告假几日。
王爷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能丢下我不管。小傻瓜，你以前不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木郎中吗？你以前告诉过本王，即便没有我，你也能坚强地活下去。不是的，王爷，我说错了，我高估自己了，我不能没有你，你不要丢下我不管好不好？小姐，你醒了。菊丽，收拾一下，咱们回定京。哎，前面那个不是穆大人吗？听说他为了议政王之死大病了一场。哎呀，什么议政王？陛下下旨，不准置办丧仪，只能以庶人身份下葬。你忘了？别上厕所，走吧。这是这些天和公主府有过接触的官员，我不敢保证他们都已投入柔嘉公主的门下，但只要有70%，公主府的势力就相当可观。柔嘉公主真是好手段啊！这上面既有世家官员，又有寒门子弟，往日里水火不容的两拨人，她竟然能双管齐下，尽收囊中。我曾经以为她是这世间最善良、最圣洁之人，如今看来，我真的是从来都没有认清过的。柔嘉公主惯会作戏，别说是你，就连王爷的。我之前翻看过大理寺构陷王爷的卷宗，发现那些证据简直不堪一击。如此看来，这不像是柔嘉公主的风格。穆大人的意思是，柔嘉公主是有意为之。构陷王爷恐怕只是柔嘉计划中的第一步，而接下来，他就要以这些为由头，替王爷平反了。怎么可能？构陷王爷本就是柔嘉公主的手笔，她为什么要替王爷平反？但是在外人看来，赐死王爷是陛下一手所为，因为也只有陛下才能够处置权倾朝野的议政王。只要把这些破绽翻出来，再咬定王爷是被冤枉的，就可以坐实陛下冤枉忠良的污名，从而孤立、逼迫陛下，动摇他的根基。他是冲着皇位去的，最终的目标是陛下。我绝不能让他的计划得逞。为什么？就算是柔嘉公主的阴谋，但赐死王爷也是那人亲口的旨意。穆大人，你为何还要帮他？因为这是王爷想做的事情，王爷的心愿，无论如何，我也要替他完成。公主，奴婢听说穆卓华最近异动频频，似乎正在暗中调查公主。
情理之中，他和皇叔情分非常。若皇叔死了，他不闻不问，本宫才要担心了。如今乾坤已定，岂是一个小小的穆卓华能撼动的？奴婢只是觉得，这个穆卓华和公主已经势成水火，继续放任下去，恐怕会成心腹大患。朋友一场，既然他想为皇叔平反，那本宫就随了他的愿。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，宝剑埋冤狱。这唱的什么呀？这听说陛下赐死了议政王，议政王谋权犯上，本就罪当处死。哎，这你就不明白了。这议政王手握兵权，战功赫赫，真要想反，在先帝驾崩那会儿就反了，何必等到现在啊？说的倒也不无道理。可是这议政王毕竟是陛下的亲叔叔，陛下总不能冤枉他吧？哎，天威难测，圣心难测。当年北凉南下，气吞如虎，所经之处血流成河呀！朝中众将无不胆寒，唯有议政王自请挂帅，奉命北上，这才拦住了那北凉的10万铁骑呀！说得太对，那一战堪称天地失色，日月无光。议政王更是一战封神，凭着那手中的长刀，守住我南陈的千秋社稷呀！对呀，太皇不对呀！说得好，先帝构陷亲疏，残害忠良，可谓是昏庸无道，不配为君。是昏君无道。怀州灾情如此严重，百姓都快填不饱肚子了。朕下旨，减去怀州3年的赋税，有何不妥？陛下有所不知，先帝在位期间战事不断，国库快被连年增长的军费耗光了。陛下今日免了怀州的税赋，那明日青州、黄州等地遭灾，您难不成也一概免喽？长此以往，国库空虚，如何支应各地的赈灾粮款和军费开支？臣负周大人之意，国库空虚，赋税免不得。臣附议。臣等附议。启禀陛下，臣以为减免赋税并无不可。怀州遭灾并非是百姓之过，陛下减免赋税，既给了百姓休养生息的时间，又能彰显朝廷恩德，可谓是有百利而无一害。穆大人说得轻巧，减免税赋容易，国库里的窟窿怎么办？还是你能无中生有，变出银两来？若是北凉再生事端，动辄几10万两的军费，又有谁出？据下官所知，怀州百姓刚遭大灾，不说是10室9空，也是家徒4壁。即便周大人掘地3尺，也搜刮不出来几两银子来，比不得周大人家底丰厚，手指头缝里随便露出来那么一点儿，就够怀州百姓吃饱肚子了。哎，周大人既然如此关心国库空虚，要不然您自掏腰包来填上这窟窿？放肆！再者说了，周大人现在担心北凉挑起战端，当初定王下狱，是你口口声声的说要将其处以极刑，那个时候怎么没想起来这一点啊？
处置定王是陛下的旨意，穆大人莫非要质疑陛下圣裁？我虽高高在上的坐在这龙椅之上，却只能任由旁人拿捏，我算什么天子？陛下，陛下，哦，沈清，这么晚求见，所为何事？臣是来送吏部新一年的考核结果的。哦，放那儿吧。是。回去吧。之墨，帮我把这封信交给沈惊鸿，跟他说，我邀他在小秦宫一见。卓华，你可是好一阵子没来看我们了。宋姐姐，我最近是有点忙啊。我今日约了沈大人，但他好像还没来呢。没关系，等他的时间，你可以先吃点点心。姐姐吃。你说，都已经等了1个多时辰了，沈大人怎么还没有来啊？可是有什么事情耽误了吧？这个沈惊鸿实在是无药可救。既然他不是好人心，就别怪我不念同科之谊了。哎，
公主，沈大人始终未曾现身。那慕卓华呢？他等了1个多时辰，最后拂然而去。他近来总是避着我，想必心中还是有些别扭。罢了，本宫去开解他一番。梦似洪荒共度，若情若离若诉，绕一生间不断错落的人间朝暮。尘世的烟花终究留不下漫天流沙，那惘然的衣裳，想问你如何作答？还在生我的气？妹，那为何要躲着我？我最近在想一些事情。那想的怎么样啊？已经想明白了。流言一死，流程好高骛远，不切实际，不配为君。而只有你，才配得上做南真的君王。就这样。我认输，我会送你一个礼物。公主，递消息的人说，陛下和慕卓华之间已经生出了嫌隙。刘琛确实好高骛远，眼高手低，先是杀了刘演，又与慕卓华生出嫌隙。而他视为心腹的沈惊鸿，从来都是我的人，世家与他为敌，寒门亦不会效忠于他。他虽不配为君，可的确是个彻彻底底的孤家寡人。月将升，日将尽。
这不正合了那个女人的名字？脸大。就是，还员工女帝转世，她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。皎皎如月，那陛下不就成了那日薄西山了吗？他步步为营，精心策划，已经让陛下成了人人喊打的昏君了。如今童谣四起，看来他这是在为称帝造势了。月将升，日将尽，元光复谢世，巾帼领乾坤。这份礼物，公主可还满意？公主这一招，看似令整个棋局更加惨烈，实际上却打破了僵持已久的对峙，实在是很妙。就当是给你的回礼。公主在民间向来交口称赞，再加上当今陛下的昏庸无能，更会衬托出你众望所归的。可想要登上帝位，光靠名望是不够的，他还需要更实在的东西，来作为他受命于天的底气。刘琛毕竟承先帝遗泽，是名正言顺的天子。若要彻底断了他的气数，还需上天都对他的所作所为而震。如此，我才能堂堂正正的登临大位。所以，我们需要传国玉玺。他竟然想打传国玉玺的主意！如果传国玉玺在他的手上，那他就把名望跟天命全都尽握在手了。如此一来，他便可名正言顺地逼宫篡位了。逼宫还不够，如果要逼宫的话，便要封锁和控制好皇朝。掌管禁军的周家倒是可以助他一臂之力，但是禁军不出皇城，而京畿军又会随时来护驾。想要逼宫，他的兵力还是不够的。可是哪儿还有别的兵力？总不能从边关调吧？他可没有这个权利。不错，耶木真一直住在他的公主府上，这个耶木真便是他最好的中间人。有玉玺还不够，我已经与耶木槿约定，届时他会派兵助我，牵制住前来救援的京畿军。待我登临帝位，便开展边关护市，优待施恩，降低关税。生气了？叶木槿，狼子野心，贪得无厌。你放心，我有分寸，绝不会让他讨到便宜的。柔家公主，这分明是在与虎谋皮，一不留神，她就该被反噬了。若是与北凉勾结，她也算是轻车熟路了。毕竟也不是头一次了。接下来，咱们该好好的筹谋一下如何应对了。